命由八字先天定，运由风水起波澜。我是三亮道人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一起揭开命运的奥秘，掌握命理与气场能量，帮助您趋吉避凶，福运相随。如果您有问题，欢迎加入我们交流群，免费咨询，或者呢，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析。生肖龙天生带着一股王者风范，他们自信、果断，充满魄力，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让人惊叹的决定。这种与生俱来的气质，仿佛是命运赋予他们的独特印记，让他们在人群中自然而然地成为焦点。无论是事业上的突破、社交中的影响力，还是感情中的热烈追求，生肖龙总能凭借自身的气场和能力，吸引众多追随者和朋友。然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，缘分的流转总是悄然而至。尤其是在运势变动的时期，生肖龙更容易经历人际关系的调整。近期，命理显示，有3个人将逐渐远离生肖龙的生活，但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命运的安排。那么，要远离的这3个人是谁？他们的离开会给属龙人带来什么？下面我就来一一告诉你。首先，第一个要远离的是因利益而靠近，最终因利益而离去的人。生肖龙天生霸气十足，他们做事果断，追求效率，在人际交往中习惯以强者姿态示人。这种强势的特质让他们成为人群中的领导者，也让他们身边聚集了许多因敬畏或仰慕而靠近的人。正因为如此，生肖龙的人际圈常常显得热闹非凡。然而，在这些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中，并非所有人都怀着纯粹的友谊或真心。有些人靠近生肖龙，其实是出于利益的考量。这些人可能是看到了生肖龙的能力、资源或者影响力，认为依附于他们能够为自己带来某种回报。当生肖龙处于人生的高峰期时，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和崇拜，甚至不惜用溢美之词来讨好，以巩固自己在生肖龙身边的位置。他们可能是职场中的同事、生意场上的伙伴，或者社交圈中的朋友，表面上看起来与生肖龙关系密切，甚至形影不离。然而，命运总是变幻莫测，当生肖龙的运势出现起伏，或者他们不再能够为这些人提供直接的帮助和利益时，这类人的态度往往会发生微妙的变化。他们可能会从热情转为冷淡，从主动转为沉默，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选择悄然离开。因此，第一类即将离去的，便是这些曾经因利益而靠近的人。这种现象在职场和生意场上尤为常见。比如，生肖龙可能曾经在事业上提携过某人，给予他们机会、资源，甚至不惜投入大量精力去帮助他们成长。然而，一旦局势发生变化，利益重新分配，这些人可能会迅速转变立场，甚至站在生肖龙的对立面，成为竞争者或背叛者。他们的离开往往悄无声息，甚至不留一句告别的话，仿佛从未与生肖龙有过深厚的交情。对于生肖龙来说，这种背离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愤怒或失落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未必是坏事，反而是一次自我净化的过程。那些因利益而来的关系，本就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，一旦外在条件改变，这样的关系自然难以为继。真正的朋友，应该是无论处境如何都愿意相伴的人。他们不会因为生肖龙的得失而改变态度，也不会因为一时的低谷而转身离去。而那些只因利益而靠近的人，他们的离开反而让生肖龙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际圈，看清哪些人是真心相待，哪些人只是过客。经历了这样的筛选，生肖龙会变得更加成熟，在未来的社交和事业合作中，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，避免将宝贵的精力浪费在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身上。同时，这也是一次宝贵的教训，让生肖龙学会在人际交往中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，
不轻易将信任全盘托付。其次，第二个要远离的是因性格不合而渐行渐远的朋友。生肖龙的人行事雷厉风行，不喜欢拖泥带水，他们的目标明确，步伐坚定，习惯主导一切。这种强势的个性让他们在团队或朋友圈中往往处于核心地位，成为决策者和引领者。他们的自信和魄力能够激励身边的人，也能让团队在关键时刻迅速找到方向。然而，这种性格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。在生肖龙的社交圈中，总有一些性格较为温和、被动，或者喜欢随遇而安的人。这些人可能一开始是被生肖龙的魅力和能力所吸引，愿意跟随他们的步伐，甚至对他们的强势感到新奇和敬佩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会逐渐显现出来。对于这些朋友来说，生肖龙的果断和强势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无形的压力。他们习惯于慢节奏的生活，喜欢悠然自得地享受当下的时光，而生肖龙却总是目标明确，步伐坚定，甚至在日常相处中也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场。时间久了，这些人可能会觉得与生肖龙相处让自己喘不过气，甚至觉得自己无法跟上生肖龙的节奏。因此，第二类即将远离生肖龙的，便是这些因性格不合而渐行渐远的朋友。这类人通常不会与生肖龙发生直接的冲突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种平和的方式离开，比如逐渐减少联系，淡出彼此的生活，甚至在某些场合刻意回避。他们可能仍然对生肖龙抱有好感，但却无法适应长期相处带来的压力。当生肖龙发现这类朋友逐渐疏远时，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，甚至觉得自己被误解。他们或许会反思，我明明对他们不薄，为什么他们却选择离开？然而，生肖龙需要明白，这种疏远并非谁对谁错，而是人与人之间性格差异的自然结果。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生肖龙的高强度节奏，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他们主导一切的风格。对于这类人的离开，生肖龙不必过于遗憾，更不必试图挽留，因为强求只会让彼此更加疲惫。相反，他们应该把目光放在那些真正理解自己，愿意与自己并肩同行的人身上。这些人或许数量不多，但却是生肖龙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。与此同时，生肖龙也可以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交往方式。虽然他们的强势和果断是优点，但在某些场合下，适当的放慢脚步，倾听他人的想法，或者给予对方更多的空间，或许能让一些关系走得更远。未来的社交中，生肖龙不妨尝试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，让自己的强势不至于让人感到压迫。这样，他们不仅能维系更长久的人际关系，还能吸引更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此外，第三个要远离的是因感情节奏不同而难以继续同行的人。生肖龙在感情方面同样充满激情，他们爱憎分明，喜欢轰轰烈烈的感情，不愿意在平淡或无意义的关系中浪费时间。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，生肖龙都希望对方能够与自己产生深刻的共鸣，能够理解自己的野心和追求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陪伴或日常的琐碎之中。在亲密关系中，生肖龙往往带有强烈的主导性，他们希望伴侣能够与自己保持同步，跟上自己的步伐，甚至在某些时候能够成为自己事业和生活中的助力。然而，这种对感情的高要求也让生肖龙的感情之路充满了挑战。因此，第三类即将远离生肖龙的，便是那些在感情或亲密关系中因节奏不同而难以继续同行的人。这类人可能曾经与生肖龙有过深厚的感情基础，他们或许是生肖龙生命中重要的人，甚至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或者目标逐渐与生肖龙产生分歧。比如，生肖龙可能依然专注于事业的拼搏，
渴望更大的成就，而对方却更倾向于安稳的生活，追求平淡的幸福。或者生肖龙希望感情充满激情和挑战，而对方却只想维持现状，不愿再付出更多。当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时，双方的感情就会面临考验。如果无法调和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分道扬镳。这类离别对生肖龙来说，往往会带来较大的情感冲击。毕竟，他们在感情中是全心全意付出的，他们的爱是炽热的，甚至带着一点占有欲。一旦感情走到尽头，他们可能会感到不甘和失落，甚至会反复追问自己，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，却还是留不住对方。然而，生肖龙需要明白，感情的结束并不一定是失败，而是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并非所有的感情都能修成正果，有时彼此的分开只是因为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对于这类人的离去，生肖龙应当以豁达的态度去面对，不必执着于过去的遗憾，而是要把目光放在未来，去寻找真正与自己契合的人。感情中的生肖龙往往需要一个能够理解他们内心的人，这个人不一定要完全与他们相同，但必须能够欣赏他们的野心，支持他们的追求，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面对生活的起伏。只有这样的感情，才能让生肖龙感到真正的满足。而那些因为节奏不同而离开的人，他们的离去其实是为更好的缘分腾出了空间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从命理的角度来看，生肖龙在2025年的运势存在一定的波动，特别是在社交和感情方面，会经历一次较为明显的调整。这种调整可能表现为朋友圈的缩小、合作伙伴的更替，或者感情关系的重新定义。对于生肖龙来说，这段时间可能会感到一些困扰，甚至会有短暂的孤独感。然而，从长远来看，这是一次命运的筛选和提升。那些离开的人，或许曾经在生肖龙的生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，但他们的离去也意味着生肖龙即将迎来新的篇章。在这一年里，生肖龙需要学会从人际关系的变化中寻找机会，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失去之中。每一次缘分的终结，都是新的缘分的开始；每一次人际的调整，都是让自己更进一步的契机。比如，那些因利益而离开的人，他们的背离让生肖龙学会了分辨真伪；那些因性格不合而疏远的朋友，让生肖龙明白了契合的重要性；而那些因感情节奏不同而分手的人，则让生肖龙更加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伴侣。这些经历虽然带着一些苦涩，但却是生肖龙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面对这场人际变动，生肖龙需要调整心态，不要过于执着于已经远去的人，而是要更加关注那些仍然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。对于那些因利益而离去的人，生肖龙不必纠结于他们的背叛，而是要从中吸取经验，在未来的交际中更加谨慎，选择值得信赖的伙伴。对于那些因性格不合而疏远的朋友，生肖龙也不必感到遗憾，毕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终究是相互契合的，强求只会让彼此更加疲惫。而对于那些因感情变化而选择离开的人，生肖龙更要学会释然，真正属于自己的感情是无需刻意维系的，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。在行动上，生肖龙可以更加主动地去拓展自己的圈子，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。他们可以参加一些与兴趣或事业相关的活动，结识新的朋友，也可以在工作中寻找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，共同追求更大的目标。在感情方面，生肖龙不妨给自己一些时间，去沉淀过往的经历，然后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新的可能。只要保持积极的态度，生肖龙一定能在人际关系的变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并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，更加辉煌。